為什麼說美國高通公司很可能是高科技公司裡邊的夕陽公司呢？高通公司宣布，從今年的9月1號起，將對產品實施2位數百分比的價格上調。原因呢是全球供應成本持續攀升，高通公司難以消化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那麼，高通公司的這次漲價會帶來哪些影響呢？還有，高通這家公司有多少投資價值？今後會越來越值錢，還是越來越便宜？同樣都是在設計芯片，為什麼英偉達公司的市值就可以達到5萬億美元的市值，而高通公司截止到現在只有不到2000億？為什麼會差距這麼大呢？如果你最近想要持有高通公司的股票，那麼一定要看完我這個視頻。我的這個視頻呢，會告訴你高通公司是做什麼的，靠什麼賺錢，發展前景如何，以及有什麼潛在的風險。只有當你了解的東西足夠多了以後，你才能學會價值投資。今天呢，我就給大家来深度分析一下美国高通，看看作為價值投資人，面对高通公司的股票应該如何操作。首先看一下高通公司的商業模式和護城河。在這個部分，咱們主要分析4個點，分別是高通公司的無形資產有什麼，值不值錢；高通的用戶轉換成本高不高；高通有沒有規模效應，以及有什麼成本優勢。這4個點呢，就直接決定了這家公司的風險有多高，也是咱們價值投資人最看重的東西。高通的商業模式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用幾十年積累的无线通讯基礎專利收取技術稅，再利用專利收入持續投入芯片的研發，然後再把芯片賣給世界各地的手機厂商或者是汽車厂商。所以高通公司呢非常簡单，主要有2個業務。第一個呢就是技術授權業務，依靠3G、4G、5G 通訊標準必要專利进行收費，其中標準必要專利的縮寫呢就是 SEP。簡單來說，只要手機廠商使用了蜂窩通讯技術，那就得給高通公司支付技術授權費。在3G 時代，高通幾乎垄斷了所有的底層核心专利。到了4G 和5G 时代，虽然高通的专利占比呢有所稀释，但是高通通過在 3GPP， 也就是国际通讯標準組織中強大的話語權，也牢牢占據了協議站、物理層、調制解調算法等核心的 SEP。只要任何手機、汽車以及其他的通讯設備廠商生產符合 3G、4G、5G 標準的設備，那就不可能繞過高通的 SEP。相當於高通公司在通訊領域呢死死掐住了所有人的脖子。只要生產這些設備，那麼高通公司呢就得按照整機的價格進行抽成。所以高通的技術授權業務擁有高達80%的毛利率，這也是高通公司的第一個無形的技術資產。第二個呢就是芯片業務，比如驍龍處理器、基帶芯片射频芯片，還有汽車上的各種芯片，高通呢都可以提供。高通公司目前也是各个安卓手机厂商和新能源汽车厂商的重要供應商。在芯片領域，高通擁有數萬名頂尖的芯片設計工程師，這些年呢也積累了極具價值的 IP 庫也是高通公司的第二個無形資產，同時也算是技術資產。另外還有一個品牌效應也算是高通公司的一個隱藏性的資產。我們很多人使用的安卓手機，比如三星小米、OPPO、vivo 這些手機廠商在開發布會的時候，為了宣傳自己使用的芯片性能有多麼好，都會宣傳這次發布的手機使用的高通的哪一款芯片。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品牌效應。雖然高通公司主要做 B 端的生意，但是收入的源頭呢，仍然是來自 C 端用戶。很多 C 端用戶在購買手機的時候呢，都會去看這款手機使用的是什麼芯片。只有看到的是高通提供的芯片之後，才會放心。這跟當前新能源車跟這個寧德時代之間的也是一樣的關係這就是高通公司的無形資產，也是目前主要的護城河。以當下的眼光來看呢，高通公司按理來說應該是躺着賺錢的，因為高通公司幾乎壟斷了大部分的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主流的安卓手機廠商和新能源汽車廠商呢，也都會優先選擇高通的芯片。那為什麼高通公司現在的市值才1000多億呢？過去12個月的市盈率才17倍多一點，是不是高通公司被嚴重低估了呢？在資本市場，大家往往看的是這家上市公司在未來1到2年甚至3到4年的賺錢能力，而不是現在。很多現在市值特別高的公司之所以股票漲得這麼高主要因為大家都看好這家公司今後的發展前景。剛才說完了高通公司最核心的3個無形資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3個看起來很值錢的無形資產的背後，還藏着3個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
這3個風險加起來，也成為了高通這家公司今後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前面說過，高通的通讯技術授權業務之所以賺錢，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們垄斷了3G、4G、5G 技術的 SEP。你作為下游的手機厂商，或者是其他的通讯設備的廠商，只要符合標準，那都得給高通公司交技術授权費，相當于高通公司骑在了所有廠商的背上躺着賺錢，這錢賺得非常的舒服啊！高通公司是舒服了，但是下面的手機廠商可不舒服了。你是誰呀？我靠自己的本事生產的手機和汽車，憑什麼還得再給你交一遍高通稅呢？所以隨着技術的發展，也隨着通訊技術從3G、4G 逐步提高到5G 甚至6G，像華為、中興、愛立信、諾基亞以及一些運營商在 3GPP 標準組織中的提案和 SEP 佔比大幅度的上升，所以高通公司不再像 3G 時代那樣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了。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以後如果6G 通讯技術来了，那麼你高通公司還能收得上来高通稅嗎？這就未必了啊！为什麼呢？我順便給大家來解釋解釋。早期手機的2G 時代解決的是手機能不能打電話的問題，因為手機能打電話，所以移動通訊就火了，再也不用使用插着電話線的座機了。到了3G 時代，3G 技術解決的是能不能上網的問題，所以移動互聯網火了啊，智能手機也出現了，並且也出現了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所有的手機 APP。4G 技術呢，解決的是手機能不能觀看高清視頻的問題啊，所以短視頻一下子就火了。而到了5G 這裡，理論上來說呢，5G 應該去解決萬物互聯的問題啊，也應該創造出更多的東西。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5G 技術的大規模工業應用並沒有達到很多人的預期。之前很多人炒作的一些概念，比如自動駕駛通訊工業互聯網啊，還有什麼智慧城市啊等等這些東西，推進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看起來整個社會對這些東西好像需求並不是特別大啊！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從2G 到5G一直在不斷的誕生新的商業生態，帶來巨大的變革，然後呢也一直在創造新的價值，於是高通公司就可以一直收高通稅，然後一直躺着賺錢。但是從5G 以後，那整個變革的速度好像就慢下來了。這個社會對網速和延遲的需求，好像4G 或者是5G 就已經足夠用了。但假如說現在6G 技術來了，6G 如果帶來的只是比5G 更快的網速、更低的延遲和更高的頻段，如果也沒有形成新的商業生態，那麼6G 通訊技術的商業價值可能就會下降。那麼全世界各國呢，也就沒有動力去推廣6G 了。你要知道，高通的 SEP 專利並不是特殊的永久專利，它本質上也是屬於普通的專利，它只是某個技術標準必須使用的專利而已。所以這些專利呢，大概只有20年左右的保護期。就拿4G 的技術來說，大量的4G SEP 專利集中在2007年到2010年申請，也就是說，在2030年前後，高通名下的4G SEP 專利普遍都會失效。隨着時間慢慢流逝，高通公司今後注定就賺不到那種技術授權的錢了，這個重要的盈利指標將來肯定就會下降啊，這是它的第一個風險，這幾乎就是確定性的風險。高通公司也是知道這一點的哈，所以最近幾年呢，在大力的投入芯片的技術和研發。那麼高通公司在芯片業務上有什麼潛在風險嗎？先說短期內的風險，大家都知道，蘋果公司一直是高通最大的客戶之一，大約佔據了高通20%的收入，因為蘋果要使用高通的基帶。正因為如此，高通每年都會從蘋果那裡賺走很多很多的錢，而蘋果公司呢，一直希望擺脫掉對高通基帶的依賴，一是因為呢可以降低成本，第二呢還能牢牢掌握住核心技術，第三點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有了自己的基帶以後呢，蘋果就可以避免供應鏈受制於人了。比如 iPhone 16上就使用了蘋果自研的 C1 基帶芯片，在 iPhone 18上還要使用最新的 C2 芯片啊，據說比高通的能耗更低，還支持全頻段的5G 和衛星直連。以後高通每年可能就沒法從蘋果那裡賺這麼多錢了，這個風險的確定性是比較強的。但是高通公司芯片業務的第二個風險確定性就沒這麼強了。全世界有99%的芯片，無論是蘋果的還是安卓的芯片，在設計研發的時候呢，都需要獲得英國一家科技公司的芯片 IP 架構授權。這家公司呢就是 ARM， 現在已經被日本軟銀給收購了。為了便於理解，我打個比方咱們把芯片設計比喻成做菜。
那 ARM 呢，就相當於是只賣菜譜的一家公司。蘋果啊、高通啊、聯發科啊等等芯片設計公司都得從 ARM 這裡購買菜譜。ARM 賣的菜譜呢，一共有2種。第一種呢是公版 IP 授權 TLA 啊，幾乎所有的中低端安卓手機芯片用的都是這種菜譜。這種菜譜呢，就相當於是這道菜用什麼原料啊，煮多長時間，菜怎麼切，油溫多少度，加什麼調味品，全部都給你寫的清楚明白，你直接照着做就行了。比如聯發科的天璣系列就是這樣做的啊，好處呢就是省時省力省成本，然後呢通用性強，而且還可以兼容各種的操作系統。有優點也就有缺點啊。手機芯片呢就像是一座被縮小的城市，裡邊有負責計算的 CPU， 負責圖形的 GPU， 還有負責 AI 的 NPU， 負責拍照的 ISP， 負責安全的加密模塊，還有負責聲音的音頻處理器等等啊。高通、聯發科在使用公版 IP 圖紙設計芯片的時候呢，能改動的東西其實很少啊，並且還必須得保證他們的芯片適合所有人，所以數據傳輸往往就得經過好幾個中轉站，每多中轉一次那就慢一點，耗電呢就多一點。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使用公版芯片的安卓手機用久了以後呢，就會變得不流暢。而蘋果公司呢，就使用了 ARM 的另外一種菜譜啊，那就是架構指令集的授权 ALA。蘋果公司只購買 ARM 的基礎規則，也就是指令集。为了便於理解，我繼續拿菜譜來打個比方，這種 ALA 的菜譜裡邊只告訴你這道菜使用什麼原材料，而具體怎麼把這些原材料做成完整的一道菜，比如怎麼切呀、油溫是多少啊、需不需要焯水啊等等等啊，都是你蘋果公司來自行決定的，並且 CPU 還得自研，所以成本很高啊，在技術上呢也很難。但是好處呢，就是這樣設計出來的芯片專門只用來運行 iOS 系統，在運行的時候呢，芯片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傳輸效率也會更高，那些沒有用的中轉站啊，也就能變得更少。就算用的時間久了以後，手機呢也會很流暢。蘋果從2012年開始走上這條路，經過多年的迭代和進化，現在蘋果的 A 系列芯片的使用體驗已經可以吊打那些公版的芯片了。高通公司當然也知道這個差距啊，於是他們在2021年的時候花了10幾億美元收購了一個叫做 Nova 的小公司啊。這家小公司拿到了 ARM 架構級授權，也就是拿到了剛才咱們說的第2種菜譜 ALA 授權，並且這家公司的3個創始人呢，都來自蘋果啊。但是 ARM 公司當初只允許 Nova 公司生產服務器的芯片，那就相當於高通花了10幾億美金，請來了當初設計蘋果 A 系列的頂級工程師來幫助他們設計新的芯片，並開發出了 Orion CPU 架構。後來小米15上的驍龍8至尊版芯片就是這種架構。在這顆芯片的內部呢，所有的部門全部都實現了高通公司的自主研發，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這個時候 ARM 公司就不樂意了，他們認為啊 Nova 的 ALA 授權是專屬於 Nova 公司的，公司被收購，授權並不能也跟着轉移給高通。況且 ARM 公司當初授權給 Nova 公司的時候，限定他們只能做服務器的芯片，不能拿來做普通手機和電腦的芯片，所以這嚴重損害了 ARM 公司的利益。而高通公司就認為，高通本來就擁有長期的架構授權，收購 Nova 團隊以後呢，技術可以合併使用，不需要 ARM 重新批准，也不需要額外的加價啊，雙方各執一詞。於是呢，就開始打官司。高通還反訴 ARM 涉嫌壟斷。好消息是，截止到去年9月份，美國法院一審判定高通公司勝訴啊。但是我個人覺得，最後2家公司和解的可能性會比較大啊，因為畢竟他們都已經合作了很多年了，誰也離不開誰。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高通 Orion 架構的賺的錢呢，需要分給 ARM 公司一點，那這樣就導致成本上升，高通公司的利潤下降，這就是高通公司芯片業務的第2個風險。第3個風險呢，就是現在這些手機和汽車廠商有的都開始自研芯片了啊，他們有自己的芯片之後呢，就不再需要高通的芯片了，所以高通要麼降價，要麼就失去客戶，這就是高通公司的無形資產以及背後無形的風險。接下來呢，再看用戶轉換成本。高通的商業是 to B 端的啊，主要是手機、汽車，還有一些物聯網的廠商，比如三星啊、蘋果、小米、蔚來、理想等等。那麼我們就來評估一下這些廠商，假如想要完全替換掉高通的產品，需要付出多少成本？首先，成本最高的就是基帶芯片的遷移成本。
假如某個廠商不用高通的基帶，那就需要重新適配 5G 協議站、網絡調制算法、天線系統、功耗管理，還有全球的運營商測試。因為手機不只需要連接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一部手機需要支持世界各地主要國家的運營商，不同國家的频段不同，網絡標準不同，認證要求也不同。高通公司幾十年積累的基帶經驗呢，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數據庫。前面說過，高通目前擁有大量的蜂窩通信標準必要專利，并通過授权體系呢覆蓋全球大量的設備廠商。假設一部旗艦手機可以做到年銷量1000萬台，如果想要更換基帶，那麼研發團隊裡邊呢，至少需要300個通信工程師，再加上數百個測試工程師，至少耗時18到36個月啊，需要5到10億美金的資金，甚至更高。但是這個東西屬於核心技術，很多企業為了以後長期打算，現在都會不顧成本的去進行自研，或者是替代，或者盡可能想辦法擺脫對高通的依賴。比如小米、vivo、OPPO 等厂商在旗艦機上呢，大幅度提高了联發科的採購比例，避免讓高通一家獨大。再就是軟件方面，各個手機廠商在驍龍平台上積累的大量針對相機算法呀、音頻處理呀、電源管理底層優化的代碼啊，與操作系統也深度綁定了。如果想要把高通給換掉，那也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資金成本的。所以總的來看呢，雖然高通的用戶轉換成本很高，但是它的用戶們，特別是蘋果公司啊，現在想要替代高通的意願很強。我個人覺得，高通接下來幾年想要繼續維持壟斷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再接下来就是看看高通有沒有什麼成本優勢。高通公司的成本分別是什麼呢？前面說過，高通公司主要有2大業務線啊，第一個呢是專利授權業務，第二個呢就是芯片業務。高通的專利授權業務毛利非常的高，幾乎約等於零成本。它手裡掌握的3G、4G、5G 的 SEP 專利，前期可能會有研發成本，但是現在只需要專利維護費，還有一些法務的成本了。這個是高通公司獨有的優勢啊，不用多說，咱們重點說說芯片業務。高通自己不會去制造芯片，它採用的是無晶圓廠模式，也就是高通負責設計芯片，然後由台積電呢去制造，再然後由高通進行封裝測試和銷售。這裡面的主要成本呢就是晶圓成本，比如驍龍8 Elite 採用了先進製程，晶圓價格非常的高，一片12英寸的晶圓可能就需要幾萬美元。台積電呢把芯片制造出來，還需要給台積電代工費，再然後的封裝測試、良率篩選，這中間的成本也不低。再然後呢，高通是科技公司，每年還要投入數十億美元去研发新的技術，要不然很容易就失去競爭優勢。這次高通公司說，由於無法消化越來越高的成本，宣布上調產品出貨價格。這裡說的越來越高的成本，其實主要就是晶圓的價格。由於人工智能的大爆發，台積電先進製程的產能供不應求，全世界對 AI 芯片的需求量非常的爆炸。比如英偉達的 GPU、亞馬遜的 AI 芯片、谷歌的 TPU， 還有蘋果和 AMD 的芯片，這些公司都在搶佔先進芯片的產能。最終的結果呢，就是晶圓廠提高了報價。第二個成本上漲比較多的呢，就是封裝成本。因為高端芯片越來越依賴先進封裝，所以高通公司最後不得不上調了產品的出貨價格。從這裡就可以看出3件事。第一呢，高通公司正在從一個成本接受者變成一個成本轉嫁者，他把成本直接轉嫁給了那些手機和汽车厂商，手機和汽車厂商的壓力呢就會越來越大，利潤就會越來越微薄。第二呢，就是先進製程的稀缺正在改變半導體的格局，在以後很可能不是看誰芯片設計的最好誰就能贏，還得看誰能拿到台積電的先進產能。台積電以後的話語權呢，肯定會越來越高。第三呢，就是高通的定價權其實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強。你看他們這次直接宣布2位數的漲價，高通的客戶們還接受了啊。這說明他的客戶們雖然很想擺脫高通，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高通還真不行。相信你看到這裡呢，對高通公司的商業模式已經非常了解了，對高通以後的發展趨勢也能猜個8、9不離10。那麼接下來呢，再看看高通公司的過去，也就是它的財務指標。關於財務指標呢，咱們只看這4個：營業收入以及收入的變化，看看這家公司是否在把蛋糕越做越大。
淨利率和毛利率，看看高通是否在賺辛苦錢；淨資產收益率 ROE， 看看股東們投進去的錢，公司拿來賺錢的效率高不高；還有最後反映公司真實健康程度的自由現金流 FCF。根据高通公司2026財年第二季度公布的財報，高通在第二季度實現的營業收入呢是106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其中高通的芯片業務提供的收入同比下降了大約4%，而專利技術授權業務呢同比增長了5%。芯片業務占到高通的大頭，之所以下降，主要就是因為中国的安卓手机市场以及那些中低端的手機受到内存價格上漲影響比較大，下游的 OEM 厂商呢也主動調低了出貨預期。在第二季度，專利技術授权業務占到了14億美元的營收。这个業務為什麼會增長呢？主要因為下游的高端手機和汽車越來越多了，授權費是按照設備的價格來計算的所以呢，全世界高端旗艦手機賣得越多，那麼技術授權收入就會越高。雖然跟芯片業務的收入相比佔比不高，但是前面咱們也說過，這14億美元裡邊大部分呢都是純利潤，也就是說毛利率是非常高的通常在80%以上。但是在第二季度，高通總的毛利率為53.8%。總的來看是同比下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產品組合發生了變化，以及先進製程的晶圓成本上升導致的，所以高通才宣布要漲價，把成本轉嫁給下游淨利潤從表面上看達到了73.7億美元，同比飆升超過60%，達到了69.5%的淨利率，這是非常不正常的，不可能突然出現這麼高的水平。這種極高的淨利率主要來源於一次非經常性的稅務調整高通在第二季度額外拿到了57億美元的稅收優惠，最終高通調整後的淨利潤大約是28億美元，幾乎是跟去年同期是持平的，淨利率大約是26.4%，同比微微上漲一點點。雖然說高通的毛利率和淨利率沒有增長，但是從這兩個數字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儘管越來越內卷，但是高通公司也並沒有去賺辛苦錢。第三項指標是 ROE 淨資產收益率。從2023年以後，高通公司的年化 ROE 普遍都在20%到30%左右，這也是輕資產科技公司該有的表現，還算不錯。第四項指標呢是自由現金流 FCF。2026年前兩個季度，高通公司的經營活動現金流為74.14億美元，資本支出為10.82億美元。最終我們算出來，高通前兩個季度的自由現金流為63.32億美元。可以看出，高通公司的造血能力非常的強，血條很厚但是財務指標畢竟看的只是過去和現在。咱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潛在風險，都是高通在未來幾年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如果高通公司沒有解決好這些問題，那麼今後幾年的財務報表一定會越來越難看。所以我才說，高通這家公司很可能就是高科技公司裡面的夕陽公司。好，美國高通呢，咱們就講完了。接下來還希望我講什麼公司，直接打到評論區。堅持價值投資，拒絕跟風炒作。咱們下期再見。